星平均每年升空100颗，数量越来越多，代表它现在可以说也是越来越普及了。这也代表在未来，就算你不是科学家，一样有机会能够实现自己的太空计划。而现在在台湾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入相关的研发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台湾也有机会用自行研发的火箭来发射自行开发的立方卫星。混合火箭直冲云霄，高度超过9公里，领先亚洲各大学。飞行高度怎么估算出来？原来火箭可不是单独去旅行，高动态 GPS 也一体前往。探空冒险能够定位高速移动下的物体，也同时记录高度。就好像火箭在不同时间、在不同高度、不同位置，我们就在那边打卡一样，打一个点下来，然后把那个信号数据传下来。任务成功，一位研究团队所制作的火箭，不但能走出实验室，还能让不同任务的筹载一起升空。赵怡清说，未来希望能用自己的火箭发射台湾开发的立方卫星。3、2、1。带领这个研究团队的赵怡清，担任成大航太系特聘教授，投入探空火箭研究15年，就希望研究团队的梦想能随着火箭升空而实现。火箭想要脱离地面顺利升空，可不简单。为什么呢？答案就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。为什么气球会飞？氦气气球比空气还轻，会产生浮力来对抗地心引力。为什么飞机飞那么高？飞机靠引擎的反作用力推动飞机前进，加上升力来对抗地心引力。只是不管飞得再高，还是无法冲破大气层，直到火箭的出现。阿姆斯壮就是乘坐火箭发射上去的太空船，阿波罗11号成功登陆月球。人造卫星也靠着火箭来到外太空，只是火箭如何飞向外太空？想象一下，你坐在火箭里头，如果有一扇窗，这个影像就是你能看到的窗外景色。无控火箭它就是空气，我们有尾翼，有尾翼，那空气从这流动以后，它就会去转，那火箭就会自己旋转，我们叫自旋。那自己旋转有一个好处，我们可以让火箭很稳定，不会乱摆，那只会旋转。火箭在高空中如同芭蕾舞者，华丽自转，又能不断升空，原理为何？我们可以用汽水瓶来做比喻。我们火箭推进就相当于我手上这一瓶可乐一样。那在这个火箭体本身，这个里面有燃料。那像我这样摇动的时候，它这个里面的二氧化碳气体就会释放出来。释放出来以后，就会在这个腔体里面产生压力。那以这个可乐来讲的话，我这边产生压力以后，这边打一个洞，它就会开始往后喷。那这个压力就会顶着这个整个这个可乐瓶往前移动。那火箭也是一样。好不容易顺利升空，穿越大气层的火箭，还需要一样神秘气体来维持飞行。这个喷出来的气体 N2O， 俗称笑气，就是火箭升空需要的氧化剂，犹如人类在外太空需要的氧气瓶一样。氧化剂还能用什么来代替？你可能很难想象。答案竟然是生活中使用的双氧水，学名为过氧化氢。
当浓度高达90%的过氧化氢滴入这个相当于火箭推进器的燃料，就会不断冒出火焰，如同火箭喷出的火焰能让火箭升空。为什么选择双氧水来当氧化剂？优点就是来源方便取得，又没有毒性。推进剂它本身都有很强的毒性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就是新一代对环境啊等等的，还有对人类整个这个生活的一个关怀，所以推进剂现在也开始往这个比较没有毒性的，对环境对人类比较伤害比较小，降低到最低程度的。科学家想办法降低对环境的伤害，就因为人类研发各种太空科技，随着火箭升空成了地球危机。人造卫星魅力无穷，却隐藏危险；立方卫星小巧方便，却难以追踪。这些卫星最后恐怕都会成为太空垃圾，威胁地球。看来，太空产业所带来创新与破坏，要如何平衡？成为人类必须面对的问题。